最近大片不少啊，又是一枚可回收火箭的发射试验，而且这次还给各位观众老爷们带来了穿越机视角，效果拉满，不说临场感也超强啊！啥也不说了啊，咱先欣赏看看。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星域1号火箭是深蓝航天第一型可入轨回收复用的商用液体火箭，也是突破和验证火箭垂直回收和重复使用技术的重要载体。星域1号火箭的舰体直径3.35米，一子机高度约21米，配备的是深蓝航天全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型90%以上主体结构均采用高温合金 3D 打印技术一体成型的可复用液体火箭发动机雷霆2液氧煤油发动机。这次飞行任务是在内蒙古深蓝航天额济纳旗航天港进行的。火箭点火顺利，起飞正常，关机正常，最大动压段姿态正常，下降正常，减速正常，就是在着陆关机段出现了异常，结果放了个烟花。11项主要验证任务成功完成了10项，作为中国第一次可入轨运载火箭高空回收试验，可以说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啊。纵然不够圆满，但是也收集到了重要的实验数据，为下一次的出发积累了经验。那下一次何时出发呢？就在11月，你敢信吗？所以我才说嘛，中国的民营航天公司一旦卷起来，追上 SpaceX 的步伐压根就不是个事儿嘛。深蓝航天，各位可以关注起来，一起期待期待。有人说 SpaceX 之所以能够把火箭发射的价格打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可回收火箭。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啊，可回收只不过是降低成本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真正让 SpaceX 把价格打下来的是所谓的第一性原则。事实上呢 ，SpaceX 一开始压根就没有准备自己造火箭的。埃隆·马斯克当时只是想从俄罗斯人手上买一枚二手火箭回来，然后把一个带有绿色植物的小型温室送上火星，再传回一些照片，让公众兴奋就完事儿了。但是没想到啊，俄罗斯人不仅没有诚意，还狠狠地羞辱了埃隆一番，这气他哪受得了啊？于是呢，就在从俄罗斯回程的飞机上，埃隆就决定他要自己造火箭了。为了算算自己口袋里面的钱是不是真的够造火箭啊，他根据第一性原则发展出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概念——白痴指数，即计算某个制成品的成本比其原材料的成本高出了多少。高出的越多呢，其白痴指数就越高，也就是说明这其中一定有很多的办法能够降低成本的。通过计算啊，埃隆认为以目前的方式制造出来的火箭白痴指数呢就很高，其成品的成本至少比材料成本高出了50倍。好了，这下他就有数了啊，可以压缩的空间还是大得很嘛。以下就是他的一些骚操作了。第一，打破传统，在布置火箭工厂时呢，将设计、工程和制造团队集中在一起，而不是分散开来。这样，装配线上的人就能够立马逮到设计师或者是工程师，告诉他们这样的设计呢，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实现的，既加快了纠错的速度，也训练了团队的实战能力。第二，质疑每一项支出，将通常需要从供应商那里买的零件变成在自己的公司内部生产，做到了甚至不让源头商赚差价，你就说这过不过分吧？但效果是真的好啊！比如其中的一个阀门，采购价呢是25万美元，但自己生产呢只要5000块，立省50倍。看来埃隆一开始计算的火箭白痴指数是没错的啊。第三呢，疯狂的制造紧迫感，设定各种不切实际的最后期限，哪怕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必要。但是按照埃隆的说法就是服从于狂热的紧迫感才是我们的工作原则，才能够让第一性原则生根落地。员工们当然是苦不堪言啊，可效果也是真的好啊。虽然 SpaceX 的开发进度呢没能真正实现埃隆的目标，但是却打败了所有的同行。第四，即兴发挥，不按套路出牌。 NASA 和军方定出来的火箭零部件制造标准就是金科玉律吗？不是啊，他们在 SpaceX 顶多只能算是建议罢了。埃隆要求所有的员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要质疑这些传统意义上面的标准，如果他们无法满足第一性原理，那就别按这些规矩来做。比方说有一次闪电击中了试验台上面的一个油箱的增压系统，导致其表面的膜发生了鼓包和裂缝。按照标准呢，这是一定需要更换的。但是埃隆说，给我敲回去，给我焊起来，这不就好了吗？的确往往这样做是有效的，也实实在在的帮助 SpaceX 省下了大量的时间。而时间呢，就是金钱。所以你看，把发射成本打下来，的确不是单靠可回收吧？其实类似这样的能够让你的认知得到提升的故事呢，在这本新书
Elon Musk 传里面比比皆是。他告诉你什么是风险，该如何处理风险；什么是机会，该如何抓住机会；为什么 Elon Musk 最后总是会赢；创新和进步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等等等等。推荐给你好好的读一读啊。这个画面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很像是 SpaceX 星舰进行的飞行和回收测试啦。但其实它比第一个可以回收的猎鹰9号还早了将近30年。它叫做 DCX， 是由 NASA 资助麦道制造的，最早实现了可垂直降落回收的单级入轨火箭的工程样机。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测试当中呢，它已经能够从地面上升到超过3000米的空中，然后再稳稳地落回到原来起飞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啊，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从科幻电影当中走出来的东西吧。而且啊，这个浑身上下闪着荧光的东西呢，显然也直接启发了 Elon Musk， 促使了后来的猎鹰9号与星舰的诞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又被叫做星球大战计划，急迫的想要一种比航天飞机更加可靠、更加便宜、能够更加迅速部署的基于天基的武器系统。那很显然，只有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才能满足这个需求嘛。同时啊，如果还要让它缩短再次起飞的准备时间的话，那么垂直再降落到原来的发射台上，就显得更加的合理了。于是 DCX 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虽然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这个想法从1950年代起就在科幻电影当中相当流行，但是在此之前啊，现实当中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常的逻辑当然就是造出一个缩小版的样机来验证这个想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从科幻走到现实里面嘛。所以高12米、底部直径4.1米的 DCX 呢，其实是被缩小到了原来的1/3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开创性啊！它装着4台液氢液氧发动机，每台都可以在万向节的控制下呢单独调整喷射方向，同时其推力的大小呢也可以在30%到100%之间自由变化，为垂直降落提供了可能啊！另外，它还带有4台自控发动机和5个由液压控制的襟翼，可以说啊，具备很强的空中姿态调整能力啊，从而就实现了之前从来未曾尝试过的火箭载入姿态了。DCX 的另外一项突出特点就是啊，真的很省人工啊。由于其高度自动化，发射它呢，控制中心里面只需要留3个人就可以了，2个负责飞行操作，剩下的1个负责地面支持。2次飞行期间的最短间隔也可以做到24小时。可你觉不觉得也非常奇怪呢？既然 NASA 在30年前就可以垂直回收火箭了，那怎么还要把机会留给后来的 SpaceX 呢？原来啊，这当中既有重大事故导致项目暂停的原因，也有更多的是内部的权力斗争了。在不愿意为 DCX 继续掏钱之后呢，他们把所有的注都压到了洛克希德马丁的 X33上，哪怕前者的造价只是后者的1/20。可讽刺的是啊，后者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上过天。也许只是 NASA 在等着 SpaceX 吧。当倒数结束，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这个问题啊，你不挖还好，一挖发现全是奇葩。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而有的则是划根火柴去点火的。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先说第一种啊，不用点火的火箭呢，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通常就是肼类配上4氧化二氮了。这2种液态的物质呢，只要是混合到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热进而燃烧，所以点燃它们嘛，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就是把阀门打开，让2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我们再看长2、长3发射时，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由于肼类和4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好了，第2种火箭。液氧煤油，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啊，不来点烈火，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而不是爆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液氧的低温呢，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在加压情况下，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试验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好。怎么办呢？在这儿啊，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啊。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
先来说美国那边，他们发现啊，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比如3乙基铝、2乙基锌、3乙基硼等等，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能自然发火了。要是遇上点液氧，更不得了了。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简单可靠啊。当然是一次性的。雷鹰9号上面的梅林 E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才能实现多次点火。不过也算简单嘛，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不就是点个火吗？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是的啊，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都是用火把点燃的，不可思议吧？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啊。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有4个主喷口、4个小喷口的 RD-108发动机，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又各有4个主喷口、2个小喷口的 RD-107发动机。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一共32个喷口。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想多了吧？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不就完全同步了吗？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 这种点火方式呢，也顺其自然的被继承了过来。它是这么操作的：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都有一对高温装药，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从而断开电路，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它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使火箭真正的点火，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2016年的3月12日，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准备进行发射。然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发射终止，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原来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果然，3月13日，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那个火柴就不管用了，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回答上个视频当中朱雀2号发射时大家感兴趣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有朋友说不错，这次呢就没有那种黄色的烟了。当然是没有黄色的烟啦，因为朱雀2号是一枚采用了液氧甲烷作为燃料的火箭。
甲烷是什么？甲烷呢，就是我们厨房里面烧的天然气嘛，所以说是食品级的，相当环保哦。你们说的黄色的烟呢，通常是由采用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肼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出来的。这两种物质本身都有毒性，燃烧之后也会产生有害的物质，比如一氧化氮、氨气等等，所以又被称之为毒发。而液氧甲烷燃烧之后呢，就只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相比起来就相当环保了。当然，除了环保，除了更漂亮的尾焰，使用液氧甲烷大概还有以下这几个好处啊。第一，较高的性能。液氧甲烷的组合呢，可以提供较高的比冲，虽然低于液氧液氢，但是却高于液氧煤油，非常适合中等运载能力的火箭。第二，易获取和储存。甲烷是地球上广泛存在的天然气，可以从天然气田等地方相对容易的获取，成本也就较为低廉了。相比之下，液氢呢，则需要更为复杂的制备和储存的过程。第三易于维护。甲烷燃烧时不会产生积碳结胶，所以维护方便，适合用在可回收再利用的火箭上面了。第四，适应性还高。液氧甲烷在普通环境条件下呢是相对稳定的，对于火箭的设计和运行来说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同时也能够简化储箱的设计，可以采用低温推进剂供底储箱，降低储箱的重量，缩短长度，提高运载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竞相研发液氧甲烷火箭的原因了。虽然 SpaceX 的新舰用的也是液氧甲烷的猛禽发动机，但是很遗憾啊，全球第一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这个头衔呢，它是没有抢到的，落在咱们的朱雀2号遥2身上了。那紧接着有朋友就问了蓝箭的火箭啥时候能够再竖着飞回来呢？也就是啥时候我们能够掌握可回收火箭技术？说实话，他们之所以要那么执着的研究液氧甲烷火箭，目的也是为了可回收嘛。根据蓝箭 CEO 介绍，可回收火箭项目呢已经列上他们的日程了，预计会在2025年前后去开始验证，所以我们暂时就以这个时间节点为准，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也有幸作为第一批的见证者参与其中啦。第三个问题，有朋友说，为什么这个火箭的发射塔长得跟别的火箭不一样呢？我默认你指的是长5和长2F 那样的比较大的，还可以把火箭关在里面的发射塔。这个的主要原因呢，是它们的大小、重量、用途和成本都不相同嘛。朱雀2号全高只有 49.5 米，全重219吨，而长 2F 是62米高，464吨重，长5更是重达860吨，高57米。更大的尺寸和更重的重量呢，通常就需要更大的固定式的发射架才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性和稳定性嘛。反之，较小的火箭呢，则可以使用较小的倾斜式的发射架了，既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灵活性，也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稳定嘛。另外还要看任务啊，像长5、长2还有美国的 SLS、Delta 之类啊，他们采用的固定式发射架呢，由于是一种非常复杂高大的钢结构塔，就可以为火箭提供各种勤务臂、工作平台、吊车等等设施，方便火箭的组装、检测、加注、瞄准等等工作。它还可以为火箭提供避风挡雨的封闭空间，保护火箭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所以一般都用在大型、重型、多级的液体火箭上面。中小型火箭就真的没有太大必要了。不仅朱雀2号用的是这种可倾斜的小型发射架，国外的很多同类火箭呢用的也是它啦，比如火箭实验室和相对论航天。好，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火箭发射时听起来好像是拖拉机的声音呢？对的啊，你说的是这样的哒哒哒哒哒的不连续的声音吗？它主要的原因是火箭发动机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高达220分贝。声音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压力波，由一系列的高压和低压连续震荡形成。声音越大，这些震荡的幅度，也就是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差异也就越大。但是这个差异呢，会受到大气压力的限制了。当声音太大，以至于波峰和波谷已经超过了大气压给它画出的红线时呢，超出的部分就会被一刀切，形成消波现象。这种情况发生在194分贝左右，基本上此时声波的振幅在其压力波的最低点已经达到了真空了，不能再低了嘛。所以两端被砍掉的声音呢，就变得不再连续，成了一种哒哒哒哒的声音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啊，竖着发射的火箭为什么不会倒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早期的火箭的确容易倒啊，它们现在不倒，主要归功于一样东西——万向节。这是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旋转的机械结构，通常包含许多液压推杆，发动机呢就安装在它的身上。
它们不会旋转很远，但是已经足够了啊。它们的运动呢由传感器控制，而传感器则会确定火箭的倾斜方向，然后通过移动发动机来对抗这个倾斜。你可以把这称之为推力矢量，即改变推力的方向。举一个例子啊，土星5号的第一级呢有5台发动机，4个位于四周，1个位于中间，四周的4个呢都装在万向节上，只有中间一个是固定的。同样，航天飞机的3个主发动机呢也是位于万向节上面的，连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喷嘴也是如此。现代火箭就更是这样了，难怪它们能够如此之稳啊。最后请把掌声再次送给创造了历史的蓝箭航天，愿他们继续加油，继续生产骄傲。钢的熔点大约是在1500摄氏度左右，钨最耐热的金属单质，其熔点呢也不过才3000摄氏度多一点。而火箭发动机从尾部喷嘴里面喷出来的燃气温度，轻轻松松就能够超过3000摄氏度。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火箭发动机没有把自己的喷嘴给烧化掉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啊，要是它就这么干烧的话，任它是什么材料都是扛不住的。但是如果把用纸做的碗里面装上了水的话，就算是把水都烧开了，纸也是烧不穿的。同样的道理，火箭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当然还包括它的燃烧室里面，也是需要装上一些能够帮助它吸热的材料的。具体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再生冷却、屏蔽冷却和膜冷却、蒸腾冷却、烧蚀冷却和辐射冷却。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再生冷却是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采用的主要冷却方法，它其实是有点物尽其用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液体火箭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液氢、液体甲烷、煤油、液氧之类。煤油咱就不说了，另外几样东西你要保证它是液态温度必须要降到非常低才行。比如最夸张的是液氢，其温度低至零下252.7摄氏度，要是能用它来帮喷嘴降温，不是很妙吗？所以再生冷却就是这么干的。在把这些低温液体燃料注入到燃烧室之前呢，先让它们围着喷嘴走一圈，不仅能够带走喷嘴里面的热量，同时还能够让它们在进入燃烧室之前预升温了一把。于是这些带走的热量也就完全没有浪费掉，而是重新又回到了燃烧室里面，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正是因为在这个循环当中没有热量的浪费，所以这种方式才叫做再生冷却了。那么这些由燃料监制的冷却剂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到喷嘴里面兜圈圈的呢？主流的结构有管束式结构、洗槽式结构和波纹板结构。管束式结构，其典型的代表是土星5号上面的 F1 发动机，它将铜管、镍铬合金或是不锈钢的导管按轴线方向或是螺旋式的埋进喷嘴的内外壁之间，就像是夹心饼干中的夹层那样，十分美味。不是十分有效。当然，管子的形状也是有讲究的啊。研究表明，像图中这样纵横比小的矩形管子是兼具了刚性、成本、重量的最佳方案，所以用的也是最多的。再说洗槽式结构，当燃烧室内的压力比较高的时候，为了增加结构的刚度和改善热效率，洗槽式结构就登场了。它会在燃烧室的内壁外表面用数控洗加工出很多像这样的并排的冷却槽道，让燃料流过它们来为燃烧室降温。其中的代表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它采用的是混搭式的再生冷却通道，前段也就是燃烧室和喉咙部分采用的是洗槽式，喷嘴的部分则是将1086根矩形导管焊在一起制成的。它的效果有多好呢？据说发动机点火之后呢，尽管内壁的温度接近3000摄氏度，但外壁的温度却可以低到用手去触摸，而且最好是要戴上手套哦，不然说不定会被冻伤的。冰火两重天，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好的诠释了呢？好，最后一个再生式冷却通道的结构——波纹板结构。这个咱们熟悉啊，不就是从瓦楞纸那边借鉴的吗？我昨天刚拆了5个包裹，认真仔细严谨的学习了一下这种了不起的航天科技。当然，它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一半的冷却剂不能与内壁接触，所以冷却效果来的还不如缓冲效果好，难怪我没有找到它的课代表了。好了，以上就是再生冷却的详细解释。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冷却方式——屏蔽冷却和膜冷却。严格来讲，它们应该是2种不同的冷却方式，但原理上差不了太多，所以我就干脆把它俩放一起了。它们都是通过将冷却剂
跟前面一种方式一样，通常也都是由燃料穿上马甲之后充当的临时工，直接喷向内壁，从而在内壁附近形成一层薄薄的液膜或者是低温蒸汽膜，来隔绝高温燃气传向内壁的温度的。只不过前者是用推力式头部喷注器最外圈的喷嘴来喷的，而后者是由贴着内壁的专门的冷却带来喷的。总之，两者的效果都不错，而且好处是还能把喷嘴的外观做得亮闪闪、滑溜溜的，比如猎鹰9号上面那些梅林 ED 发动机了。好，蒸腾式冷却，它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主动式散热方式。冷却剂通过内嵌在燃烧室和喷嘴内壁的多孔材料渗入到推力式的内表面上，吸收热量蒸发并形成低温的蒸汽膜。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双重保护呢？蒸汽膜是一重，多孔材料本身应该也算是一重吧。所以把它装在像是火箭发动机温度最高、压力最高、热流密度最高的喉咙部位时，可以收获到比其他技术效率更高的冷却效果。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烧蚀冷却。说白了，就是把采用烧蚀材料制成的内衬镶嵌到喷嘴的内壁上。这些烧蚀材料通常是由碳纤维、凯夫拉等材料制成的，在工作时可以吸收热量并分解生成气体。这些气体在渗出后，于是就可以在内壁面上形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边界层了。凯夫拉果然是劳模啊，不仅保护人体，还能保护火箭，值得钦佩。不过缺点嘛，就跟你穿上防弹衣会拉低运动分一样，这种烧蚀冷却由于要给火箭发动机也穿上一层衣服，当然也会拉低它的成绩。但它便宜简单啊，没有前面那几个复杂的结构，用在原本就不太讲究的固体发动机上，那是极好的。好了，终于说到最后一个辐射冷却了。这种冷却方式一个词就能够总结：硬扛。是的，它啥也不用，推力式就只是一层薄薄的金属制成。当然，这些金属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尼铱、莱合金等耐高温的金属。方法是这样的，燃气向内壁传热，使得推力式的室壁温度升高，同时室壁向外界环境中辐射的热量也在增加，最终室温达到热平衡，壁温达到稳定值。这个时候的室壁通常是发红或者发白的。这种方式通常是用在热通量密度较小的部件，如大膨胀比的喷管的扩张段、小推力单组元发动机的推力式等等。猎鹰9号2级上的梅林 ED 发动机采用的就是这种辐射冷却，喷嘴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合金，甚至拿剪刀就能够帮它重新修剪出个形状来了。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有所收获。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好了，最后我再补充一句啊，其实，在每一台火箭发动机里面呢，都不太可能只使用单一的冷却方式。工程师们会根据情况、根据条件来选择使用以上的各种冷却方式的一些组合，以便达到成本和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如果你觉得像 Elon Musk 那样把29台发动机绑在一根粗壮的火箭的屁股上太过夸张的话，那么把它们换成一个如何呢？用一个巨大无比的发动机带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喷口来将直径23米、高度150米、重量18000吨的火箭推上天空，如何啊？连土星5号放在它边上呢，都是这副怂样啊！一个喷口就能将整个第一级连同里面的5台 F1 引擎给吞掉了，是不是更加夸张呢？所以啊 ，Elon Musk， 你的步子还是迈得小了一些啊，不如你的前辈设计出了这枚怪物的美国工程师罗伯特·特鲁克斯了。这枚怪物呢，想必很多人不是已经很熟，就是略有耳闻了。海龙由于太过巨大，它只能在海上组装，沉到海里面发射，但是却拥有将整个国际空间站一次性发上天的能力，不管是重量还是尺寸都没有问题啊。不过嘛，展开起来可能就要稍微麻烦一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几个关于它的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疑问了。第一点是为什么这个怪物会被设计出来呢？第二，埋在海里面发射到底是异想天开还是绝顶聪明啊？第三，既然都设计出来了，甚至还进行了大量的验证，为什么最终却放弃了呢？好，一个一个来。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很快人类就会在太空当中生活了，不管是移民外星，比如月球或者火星，还是待在太空，比如空间站或者是轨道城市。总之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带着成千上万吨物资离开大气层。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最重要？运力最重要，而且是越便宜的运力越重要。于是火箭的设计方向就有了。
罗伯特·特鲁克斯呢，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他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尉兼火箭工程师，当然也是美国火箭工程的先驱之一啊。他的团队呢，正是二战结束时德国火箭工程师们汇报的对象，其中就包括设计出了土星5号的冯·布劳恩了。比布劳恩更加激进啊！虽然土星5号已经是大的有点不可思议了，但特鲁克斯认为它还不够大。因为他坚信一点啊，火箭的成本之所以很高呢，并不在大，而是在复杂。那么怎么才能极限拉低成本呢？造非常非常大，但是却非常非常简单的火箭嘛，这就是海龙了。它的尺寸呢，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来说说它的简单吧。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它就是个带个喷嘴的高压罐而已。燃料和氧化剂不是靠涡轮泵喷进发动机里面的，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嘛，而是靠储存在罐子里面的高压氮气来推出去的。这种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方式呢，叫做挤压循环，我们以前专门讲过，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啊，只是效率很低罢了。但效率低怕什么啊？只要能够保证我成本够低，不就可以了吗？你看结构简单，成本低吧；回收方便，成本低吧。对了，海龙人家还是设计来完全可回收的呢，1、2级都是可以回收的，而且回收起来还简单方便，直接掉回到海里面就可以了吗？它不怕落水的时候被撞变形吗？不怕。首先，它确实是带了一个可以展开成伞状的结构，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速作用。其次啊，人家全身都是钢结构的，很皮实嘛。而且，这不又成本低了吗？你不要以为这种造火箭的路数是个死胡同啊，实际上呢，它还由此诞生了一种叫做傻大粗助推器的火箭类型了。抱歉，我也不知道我教的对不对啊。英文的原文是 Big Dumb Booster， 字面上呢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的是一类设计简单、体积巨大、只考虑运行成本、不考虑运载效率的5大3粗的火箭了。其典型的代表呢，就是海龙了。当然也有其他的现代版本啊，以后找机会咱们讲讲。关于效率低这个问题，它到底有多低呢？我来帮你对比一下就能感受到了。海龙和星舰都号称具有往近地轨道运550吨载荷的能力，但是前者的自重达到了18000吨，而后者呢是1万吨，意味着效率几乎翻倍啊！好，第一点呢，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儿，来讲第二点。埋在海里面发射。首先，这么大个家伙自然是无法在陆地上制造和发射的了。一是造出来也运不走，二是一个比土星5号第1级还要大的喷口放哪儿喷呢？都会先将发射台给喷化掉的，更不要说是巨大的噪音了。只能是在海里面发射嘛。于是怎么做呢？你看它的喷嘴下面呢是围了一圈水箱的，等到了发射场，只需要向里面灌满水，它就能够自然的立起来了。整个第1级全都是埋在水里面的。埋水里面能发射吗？当然可以啊，因为火箭都是自带氧化剂的呀，不怕水里面没有空气嘛。而且早在2战期间呢，从水里面发射火箭的技术就已经有应用了，只是规模远小于海龙罢了。于是为了验证大如海龙这样的火箭能否照样在水下工作呢，美国人也是做了不少的测试啊，其中就包括改造了一枚海军的海马火箭，先在水面上点燃后，再慢慢没入海里面，看看发动机的燃烧呢能不能保持稳定。实际上啊，不仅稳定，还大大的减少了冲击波呢，反而是更好了。可见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射平台啊，它坚不可摧，因为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状嘛，它不需要什么支撑，水压就是最好的稳固器了。它有效抑制了噪音，它还能让火箭的燃料就地取材，直接电解出氧和氢等等等等。只要龙王不生气，我们大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嘛，把它发扬光大。好，第3点啊，它为什么只停留在了图纸上呢？看起来至少值得一试嘛。按照美国人什么都敢试的逻辑来说，很简单，没钱试了嘛。越战把美国拖入了泥潭。NASA 的预算呢一降再降，这种风险又大、收益又小的项目，自然是要被砍掉的了，而且还真砍对了。你看后来这几十年，人们预期中的太空生活展开了吗？完全就没有嘛。所以这种超大载荷的运力是做出来也是会浪费掉的呀。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高能辐射会让你神志不清、大脑短路，但对于一台电脑而言，有必要担心这样的辐射吗？有的，在高能粒子的轰击下，微处理器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毛病，比方说氧化成电荷陷阱、漏电流增加、双极晶体管的增益衰减、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等等。
完全听不懂是吧？我也差不多。不过呢，这无关紧要，你只需要记住，原来终结者的大脑也跟我们一样怕辐射。于是啊，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宇宙中充满了高能辐射，我们是如何做到放心的让一架靠电脑自动驾驶的火箭将卫星、空间站，甚至我们自己送到太空的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看看航天级的 CPU 究竟跟你用来上网课的 CPU 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啊 ，SpaceX 又是怎么另辟蹊径的？为了帮助你理解刚才那些拗口的术语背后可能会引起怎样的严重灾难，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电脑里面是用2进制来工作的，所有的数据在它面前都是以00001来呈现的。当高能粒子击中 CPU 之后呢，可能会造成的一种情况就是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把它说简单一点啊，就是原来某个位置上可能明明是1，但装完之后就变成0了，原本的状态也就因此而翻转了。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让 CPU 来做一道10+10的简单加法的话，写成2进制就是1010加1010等于10100。答案不偏不倚，就是10进制的20。但我们假设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阿尔法粒子蹦出来，把其中一个加数中的0撞成了1，于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变成了11000，等于10进制的24了。10+10等于24，估计你拿给幼儿园的孩子看，他都会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叉叉。把这种结果输入到火箭的飞控系统里面，你就等着它放烟花给你看吧。1996年阿利亚纳5号火箭首飞时，就是因为软件系统错误的将一个64位的数字放进了一个16位的地址里面，从而导致原本的数字被裁成了几节，并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值。于是火箭认为自己飞错了方向，突然改变姿态，想要重新调整过来，但由于空气应力过大，直接就炸开了花。所以看起来航天 CPU 怎么保护都不为过啊。那是不是只要在普通的 CPU 外面加上厚厚的铅板就可以了呢？没那么简单，它们完全就是2个世界里面的东西。应用在航天芯片上面的技术呢，叫做抗辐射加固技术。它说起来相当复杂，需要从材料设计、系统设计、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器件设计、封装设计、软件设计等多方面入手来进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展开来说了，就说说现在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芯片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我们国家自己的产品到了哪个阶段吧。实际上，当你早就用上了4核甚至是8核的 CPU 之后呢，人类发射上天的最先进的卫星和探测器上依然还停留在使用单核的年代。当然，据说多核也出现了啊，但估计是太新，还很难查到数据。比如说好奇号火星探测车上面的大脑呢，就是一颗每秒只能运行2.6亿次指令集的 RAD750 CPU 了，它堪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 CPU 了。每秒钟运行2.6亿次指令集，换成术语说就是260 Mbps， 听起来好像快得不像话。但你知道吗？1996年发布的英特尔高能奔腾处理器的运算速度就已经能够碾压它了，而且啊，它其实也没有比更古董的486快上多少。或许在座的你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刚才说的这2款 CPU。虽然速度菜到只能够玩扫雷，但价格却高到能在1线城市买套房。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恰是工程师们为了换取安全性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好在通常现在的火箭和卫星也没有太多花哨的操作，只要忠实的把工程师写进去的代码执行好就可以了，好歹也是够用的。但你知道啊，这种美国最先进的航天芯片可是并不会卖给我们的呀，它能够提供的是速度最多只有之前那个1/3多一点的艾特梅尔 AT697， 价格也要好几上百万一片。那我们怎么办？自己研发呗。早期我们会仿造一些国外的先进芯片，用在遥感和气象卫星上。慢慢的，我们会基于开源代码来修改设计自己的芯片，然后把它装到玉兔上，性能跟欧洲的产品已经不相上下。现在我们自主设计的宇航级 CPU， 比如龙芯 1E 和 EF， 运算速度已经比较接近装到好奇号上的那片了，但价格却只要几万块。未来我们势必还会在这条路上获得不断的突破，目标直指打破西方的垄断。好了，以上就是航天级芯片的抗辐射设计了，但只有这条路吗？我一开始就说了啊 ，SpaceX 显然就没有走这条路嘛，是因为这样加固后的芯片太贵，超出了 Elon Musk 的成本预算，还是他嫌这么慢的 CPU 无法带动龙飞船上的触摸屏呢？大概都有吧。总之呢，他使用的是普通的民用 CPU， 然后靠算法和架构取胜。我们之前讲过，冗余设计的思路是怎么贯穿 SpaceX 的火箭和飞船的，比如那些多出来为了预防万一的引擎
星。同样，在处理器的设置上 ，SpaceX 使用的也是冗余设计。针对每一个系统，工程师都用到了3颗多核 CPU， 但每颗 CPU 的每个核心同时只做一个运算，然后将运算结果拿出来比对，如果一致则向下执行。如果某一个因为可能是辐射的原因而与其他几个的结果不同的话，那么这颗 CPU 会立刻重启，然后再做一次运算，直到交叉验证结果完全一致，再往下走。最牛的是，哪怕3个 CPU 都遭到了辐射的袭击 ，SpaceX 的系统都还是可以把它给纠正过来。难怪人家敢玩火箭垂直回收啊！便宜的 CPU 就意味着工程师敢大把的把它们往火箭里面放。猎鹰9号每台发动机配了3颗 CPU，9台就是27颗，再加上飞行控制的3颗，一共是30颗 CPU 在里面。龙飞船呢，飞控系统有3颗 CPU， 其余18个系统又是每人分得3颗，加起来就一共达到了54颗 CPU 的水平。如今的载人龙飞船只会更多，所以你看，得亏埃隆·马斯克没有掏钱去买抗辐射的加固 CPU 啊，否则他怎么炸得起那么多火箭呢？当然 ，SpaceX 用的这个方法呢，也并不是非主流，它其实叫做耐辐射设计 ，NASA 自己也在用。好处除了更便宜以外呢，也能更方便的找到为火箭写代码的优秀程序员，毕竟会 C++ 的高手还是很多的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想到我那3年前配的电脑都要比月球车上的快，我的钱包无比踏实。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下期更精彩。如果把长征系列火箭摆成一排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有的火箭中间是镂空的，比如长征23，而有的则没有镂空，比如长征57，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实际上镂空的可不止长征23的各个型号啊，在长征14号上呢也是如此。再往远点看，俄罗斯的联盟号运载火箭的中间呢也是镂空的。它们镂空的地方全都在一个位置，那就是火箭第1级和第2级的连接处了。之所以要镂空呢，是为了在第2级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把热气给排出去的。现代火箭绝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多级设计，除了捆绑上助推以外呢，自己的本体也就是中间那根大圆柱，也可能会分成几段，每一段都有各自的燃料箱和发动机，为的就是一边飞一边减重，烧完一段扔掉一段，把最宝贵的运载重量留给火箭头上那个我们真正想要放上轨道的东西了。所以分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了，但是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环节。这个乍听起来有点奇怪啊，分离不就是直接把上下2段分开而已吗？这有什么好难的呢？难就难在火箭上所使用的液体燃料上了。你看火箭的结构2个燃料箱在上面，不管里面装的是液氧液氢还是液氧煤油，或者是液氧甲烷，它们都是通过位于燃料箱底部的管路输入到下面的发动机里面的，所以就要求燃料始终紧贴着燃料箱的底部才行啊，否则就抽不到燃料了嘛。这在地面上并不是什么问题啊，光靠地心引力就可以做到了。在火箭最初上升的阶段呢，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加速度所产生的惯性也可以把燃料稳稳地压在底部。但是等到第1级和第2级需要分离的时候就有大问题了。在第1级关机时，火箭会短暂的失去动力，加速状态也就暂时终止了。此时第2级燃料箱里面的燃料呢，就会在失去加速度的压制后开始群魔乱舞了起来。这里正好有一段猎鹰9号2级氧箱内部的画面可以看到，在发动机关机后的一瞬间里面的燃料就乱飞了起来，很有可能就会离开燃料箱底部的发动机输送口了。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启动发动机，将可能导致管路进气，从而引发故障。这个是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为了让燃料重新或者始终沉到底部，就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热分离和冷分离。热分离指的是在第1级火箭还没有关机的时候，就开始让第2级火箭点火了。等到第2级火箭正常工作的时候，第1级的燃料也正好用光了。此时再启动脱离，通常用的是爆炸螺栓，把第1级给丢掉，顺便还可以用第2级火箭喷出的热气来把它推远一点，免得产生碰撞造成危险。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1、2级传递交接棒的时候呢，火箭始终没有失去加速度，燃料也就是始终沉底的，不用再担心2级发动机会有断气的风险了。但是你想它俩还没有分开，中间就开始烧起来了。如果是采用完全密封的箭身的话，燃气该往哪儿钻呢？所以就要给它开窗透气了。长征1234和联盟号除了长征3F 以外呢，窗开的都是相当彻底用的是这种管状框架来连接上下的。
看得有点让人胆战心惊啊，总是感觉有点撑不住的样子。不过我专门就此问过长征火箭的制造专家，他说这些框架的强度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长征5号的助推器就是只用了4个不过手臂粗细的连接螺栓来把数百吨的星级给顶起来的。好了，说过了结构简单这个优点以后呢，再来看看它的缺点是什么。第一，由于第2级喷火的时候，第1级还在下面，为了防止被烧坏呢，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隔热措施才行，这便增加了火箭的整体重量。第二呢，由于分离时第1级还有推力产生，如果其产生的加速度高过了2级推力所产生的加速度的话，将导致2级还是贴在一起，无法分离，最终偏离轨道，任务失败。而且早期火箭由于2级间的信号一旦分离就被切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意识到了第1级的加速度过大，也很难再去控制和处理了。这个就是热分离。那么冷分离呢？顾名思义就是先分离再点火。典型的代表有欧美的火箭和我们的长征5号与7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让乱飘起来的燃料顺利的沉底呢？通常它会用到装在2级之间的极尖段上面的小型推进器了。我们拿长征5号的分离时序图和土星5号的分离画面来举例说明。把它俩搭在一起有点奇怪啊，但其实它们的分离方式还的确是一样的。首先是1级发动机关机，此时加速度就消失了。如果我们在2级燃料箱里面装了摄像机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到燃料飘起来了。接着装在极尖段上面的小型推进器呢，点火工作开始提供正推力。由于此时火箭已经位于低重力环境了，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加速度呢，就能使燃料再次沉底了。然后第1级上面的爆炸螺栓起爆，同时打开反推火箭，将自己主动推开，与第2级还有极尖段实现分离。现在只剩极尖段连着第2级了。在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呢，从极尖段上面会弹出几根推杆，用反作用力来实现同第2级的分离，同时还可以避免在此过程中碰到裸露在外面的发动机等零件。长征5号的第2级氧箱和发动机都是悬挂在极尖段里面的，导致了极尖段的分离行程呢超过了7米，是很怕发生碰撞的。好了，最后一样东西脱离完成之后呢，就该是点燃2级发动机了。整个冷分离也就到此结束。可以看得出来冷分离的过程和步骤相对于热分离复杂了很多，研发和制造难度也会高上很多。但是由于可控的步骤变多了，所以分离的精度自然是提升了，更不容易出现轨道偏移的失误了。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哪怕克服再多困难，也要在新一代的长征5号和7号上面用冷分离的原因了吧？好了，下次看火箭发射的时候呢，你应该又多了一点谈资了吧？想要了解更多不一样的知识吗？我是火箭叔，那就一定要关注我哦。空间旅行的游戏规则终于要被打破了吗？原本即使碰上好的时候也要飞上8个月的火星之旅，很有可能呢马上就会被缩短到45天。这是谁说的大话？他又是凭什么敢这么说呢？好，是2个重量级的单位合起来说的，NASA 和 DARPA， 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他们宣布将合作研发采用核动力火箭驱动的载人航天器，来缩短未来太空任务的飞行时间了。这里的未来是指多久以后的未来呢？5年，也就是短短的5年而已啊！你看概念图都已经出来了嘛。这款正在被开发当中的名为 Draco 的飞船，将最快在2027年来到现实当中。至于到时候能不能真的飞得起来，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他们这么自信高调的宣布上看起来，技术准备啥的应该是比较充分啦。当然是充分了。负责造核动力火箭的 NASA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就已经提出并完整的测试过核动力火箭了。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核热推进式火箭。我们先来看看它跟传统的化学推进式火箭有什么区别啊？传统的火箭里面，当然是液体的火箭结构其实是相当简单的。首先是2个巨大的罐子，一个是用来储存氧化剂，通常是液态的氧气；另外一个呢是用来储存燃料，通常是液态的氢气、甲烷或者是煤油。然后这2种元素被泵入到燃烧室，在这里爆炸产生废气，最后产生的废气通过特殊的喷嘴加速往后喷出，以此来制造出推动火箭前进的推力了。所以你看哪怕前面的步骤再复杂，其实最后产生作用的无非就是高速喷出的气体嘛。那好，咱们用别的方法来制造这样的高速气体行不行？这个呢就是核热推进的概念了。
通过核裂变反应产生的巨大的热量来加热氢气，使其迅速膨胀后喷出，制造推力。具体呢是这么干的啊，在核热推进式的火箭里面也有2个罐子，一个罐子里面呢是装满了液态氢作为推进剂，另外一个罐子其实不应该叫做罐子啊，毕竟里面是用来发生核裂变的，是个核反应堆，其中装着浓缩铀。在自由中子的轰击下呢，铀原子核被撞开了花，于是释放出更多自由奔放的中子去轰击更多的原子核，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核裂变链式反应。期间将巨大的热量就释放了出来，温度可以高达将近2800摄氏度。好，高温锅炉已经备妥，剩下的就是将氢泵入其中了。这将是一个比燃烧爆炸高效的多的膨胀过程啊！经过核反应堆加热的氢气，温度瞬间就来到了2500摄氏度的水平，于是获得了极高的速度，就喷得特别的有效率啊！基本上能够达到化学火箭的2到3倍的水平。同时，由于铀的体积几乎可以忽略，所以这样的火箭实际上只需要带上氢一种燃料，就既省下了空间，也省下了重量，自然是能够飞得又快又远了。核火箭最早是由 NASA 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61年合作提出来的，然后就在一代大师冯布劳恩的带领下，风风火火地展开了研究和验证了。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在登月之后呢，就要用核火箭在1980年代将人类送上火星。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非要开发核火箭的根本原因了嘛。因为不论是所能够携带的生存物资，还是防护措施，传统需要飞上8个月才能到达火星的火箭，根本就不足以保障宇航员的吃喝拉撒，以及免遭宇宙射线的伤害嘛。唯一的办法就是快，把数月的旅程呢变成数周，而效率更高、几乎没有工作期限的核火箭，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核火箭的开发经验了。1955年，军方主导的漫游者计划就在洛斯阿拉莫斯点燃了第一台核热推进反应堆。接下来的发展关键呢，就是如何将这个反应堆小型化到能够真正放到导弹上面了。是的，是导弹。军方想要的其实是一台可以用作洲际弹道导弹上面级的核动力发动机。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呢，工程师建造并测试了10几个大小不同、功率不同的反应堆。渐渐的这项技术就越来越走向了成熟了。随着漫游者计划的成功 ，NASA 也将目光投了过来。核发动机能够推导弹，怎么就不能推我们载人的大火箭呢？于是 NERVA 计划诞生了。它是用于运载火箭的核发动机计划的缩写。在内华达沙漠 ，NASA 造出并测试了更大更强的核火箭发动机，无数次的将高速氢气喷向天空啊！第一台发动机 NERVA NRX。加起来总共测试了将近2个小时，其中有28分钟呢是处于其最大的功率的。第二台发动机 NERVA XE 一共启动了28次，运行了115分钟。最后，他们测试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核热推进发动机Phoebus 2A 能够产生4000兆瓦的功率，连续冲刺12分钟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问题。自此，该项目的工程师们呢就都信心满满了虽然没有任何一台发动机装到过真正的火箭上，但是他们相信飞向火星的引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登月过之后呢，美国政府却突然就对火星失去了兴趣，他们改为支持另外一个项目了，航天飞机。好吧，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这点我们就不展开了。但结果就是核火箭的开发计划在1973年戛然而止，并且自此之后呢，便就没有做过任何的测试了，直到大家对火星之旅又重燃热情的时候。几年之前NASA 便重启了自己的核火箭计划，只是这一次呢，它升级了，由单一的核热推进变为了核热与核电融合在一起的双模核推进。什么是核电推进简单说就是依靠核反应堆为霍尔推进器，也就是离子发动机提供电力，通过霍尔效应产生电磁场电离，并加速惰性气体，比如氙气从尾部喷出，以产生推力。当然啦，它的推力呢是十分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将它跟核热推进结合起来了。核热负责快而猛，核电负责柔但久，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够让火箭以更高的比重、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几乎无限的能量密度，不断加速着冲向宇宙深空了。目前这样的发动机呢，已经在概念上诞生了，它叫做带波转子顶点循环双模核推进方案，名字是又长又复杂，但没有关系，我说过你忘了就可以了，反正它最后肯定还是会换个通俗的名字的。发动机呢长这副模样，装在火箭上的艺术渲染图呢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科幻
所以嘛，剩下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2027年见分晓哦。